人的整体组成。这是一篇有关灵魂转世所使用载具的简短论述。人体是灵性火花的原子精华，也就是灵性火花在物质层面的显化。就个体而言，它的终极目标是它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和所有的活动都完全在灵魂的掌握和意识之中。灵魂是原子精华的投射，或者说内在的基督意识。通过这种掌控，它必须成为环境的主宰，让环境成为灵魂掌控物质的工具。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处于能量之中，与能量进行工作，并且通过能量进行表达。能量可以理解为电力，它通过3种形式得以体现和表达。心智体，第一个面向；星光体或情绪体，第二个面向；肉体，第3个面向。心智层面的振动是掌控局势的关键，通过意志去协调肉体的功能，在某些方面致力于把存在于这3种面向的意识整合起来。不过它也可能产生排斥力，导致分离。星光体的振动与个体的特质有关，决定了这个人吸引或者所排斥的面向，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因素。稠密的物质形态是意识或者灵性火花在物质层面的体验。有一种力量可以把肉体、心智体和星光体连接起来，并且让它们作为整体进行运作。这种力量存在于以太体之中。以太体是通过7个能量中心来进行调控的。这7个能量中心负责调控身体的活力和协调性，它们也把肉体、星光体和心智体与灵魂连接起来。灵魂则是意识的中心所在。代表人整体组成的恰当表达，从高维度沉降到低维度，分别是原子精华、3位一体、灵魂、人格。不过这次阐述的主要面向仍然以展示出人格的个体为主，这样会更加容易去理解。它的成长路径则是从低维度整合回高维度，也就是父神所在的地方。下面列出了主要的原则，会逐一详细的进行探讨。第一，人格。人格包含物质层面或者是低等的自我。人格代表了3个面向，它有肉身，包括以太体和物质身体，情绪体或者星光体，还有心智体，也就是低等或者具象思考的心智部分。第二，灵魂。灵魂也称作本我、高等自我、内在的主导、内在基督或者心灵。灵魂不是身体，它是一种连结或者说中间性的原则，代表物质和灵性之间的关联，也就是神与它的表达形态之间的连接。它遵循着基督自我的原则。灵魂为所有形态中的表达提供意识、性格和品质特征，因此它也是人格的内在之意。人的灵性成长之路的展开，可以通过灵魂表达影响力的大小程度体现出来，直到低等的自我完全处于灵魂的掌控之中。来自原子精华或者说神的能量，通过高维的灵性火花影响，得以传送给低级的自我。灵魂的最高等面向是由高等心智或者说抽象心智所代表的，而高等心智同时又是灵性3位一体的最低面向。因此高等心智是灵魂和灵性3位一体
连结的纽带。第三，灵性三位一体，这是原子精华在3个层面的体现，分别是灵性的意志、直觉，或者说爱、智慧、基督意识，还有就是高等或者抽象心智。灵性的3位一体在更高的层面，它与原子精华的关系就像是灵魂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灵魂是由较高维度的灵性在较低维度进行表达的工具。第四，原子精华，纯粹的灵，天堂中的父神，代表了神的3位一体。它包含3个面向：神圣意志或者力量、爱、智慧，还有行动。原子精华也就是灵性的3位一体和人格之间的直接连接，只有当人们在3个较低维度世界的体验终结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灵性火花和物质之间的意识鸿沟被圣光照亮之路所构架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人格在原子精华的直接引导下绕过了灵魂，变成了直接服务的工具。此时灵魂的存在就显得多余了，它最终会被原子精华所吸收。